近你的社群动态是不是被一个叫 Cloudbot 不对，现在叫 Moldbot 的东西洗版了？最近一股龙虾热潮正席卷科技圈。我说的龙虾正是这个名字，从 Cloudbot 换成 Moldbot 的开源 AI 助理。它有多红，上线短短2个月，GitHub 星星数冲破6万颗。创办人是卖掉 PS PDF Kit 的 Peter Sternberger，背景光环加满。但他的爆红也带来了一股集体焦虑，像是说我是不是也该嫁一台啊？现在不上车会不会错过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？先深呼吸，这支影片不是安装教学，也不是要推坑你去用，我们就轻松聊聊，帮你梳理它到底是什么，它真的适合你现在的生活吗？还是我们其实可以先泡杯茶看看戏，等他长大再说？简单说，Modbot 就是一个住在你电脑里的 AI 管家，不同于 ChatGPT 或 Claude 那种你问我才答的云端服务，Modbot 是开源自托管的助手，可以透过 Telegram、Discord 或 Slack 跟你对话，甚至直接动手帮你整理电脑上的档案。因为很多人想跑 Modbot，又希望机器省电、安静、便宜，所以 Mac Mini 就成了首选。结果呢，Mac Mini 在某些地区都卖到缺货了。这种一个开源专案带动硬体销量的现象，本身就很有话题性。传统 AI 只能跟你打字，你要它查个 log，它却给你程式码片段。你必须要自己复制贴上去，而 Modbot 既是直接打开终端机执行指令，然后截图给你看，甚至主动在发现错误时传讯息警告你。这就是所谓的 Agentic AI，有记忆、有权限、有行动力。它的记忆不是对话结束就消失，而是长期储存在本机，记得你的偏好、你的专案结构，甚至你上周随口提过的会议细节。它就像一个有超强记忆力、不用睡觉的实习生，住在你家伺服器里。这波热潮背后有2个主要痛点被精准击中。第一是无限记忆。过去我们每次跟 AI 对话都像在跟新朋友自我介绍，Modbot 却能累积数周甚至数月的上下文。你可以今天说帮我追踪那个专案，3周后直接问说上周那个专案后来怎样了，他都记得。第二是主动性。它不是被动等待指令，而是可以设定排程，像是每天早上8点读取你的 email，整理重点传到 Slack，或是监控系统状态发现异常，主动进行对应的处置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它可是有代价的。最直观就是 token 消耗。虽然 Mobot 开源免费，但它背后呼叫的 Claude 或其他模型 API 可是论资计费的。有高阶使用者回报说，它单周 token 用量高达数亿，换算下来，如果你想要稳定使用高阶模型，每月预算可能轻松突破$200。这还没算24小时开机的电费，以及为了跑它而抢购的 Mac Mini 成本。更严重的是资安风险，Modbot 需要极高的系统权限才能执行 shell 指令、读写档案等等。开发者 Peter Sternberg 自己都在 FAQ 坦言，在你的电脑上跑一个拥有 shell 存取权限的 AI 代理，真的是蛮刺激的。最近，资安公司甚至早已揭露，伪装成 Cloudbot 的恶意 VS Code 延伸套件会植入远端控制软体。即使你不装来路不明的套件，Modbot 本身若设定不当，也可能因为 prompt injection 被骗去执行各种危险指令，或把敏感资料传出去。它预设的 gateway 对外开放，而且 DM 政策允许所有人对话，这些都是需要手动加固的漏洞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谁该现在入坑？我建议你先诚实评估自己属于哪一类人。第一类，你已经是 Agentic IDE 的老手，如果你每天都在用 Cursor、Windsurf 或 Claude Code 之类的东西，对 AI 操作终端机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，那 Modbot 对你来说本质上只是把 IDE 的界面换成了 Discord 或 Telegram，它的价值在于架构研究与未来布局。你可以透过它的 Gateway、Agent Skills 3层架构，窥见未来人机互动的框架。但如果你只是想要提升生产力，老实说，现有的工具链已经够用。Modbot 未必能给你更多惊喜，因为它的惊喜很大程度上来自现有模型的能力跃升，而非界面本身。接着是第二类人，如果你对上面那些名词一头雾水，如果你连 Node.js 版本查询都觉得麻烦，或是听到 Docker 环境变数就想投降，那么请先忽略 Modbot。现阶段它对非技术使用者不是很友善，安装需要系统管理源权限，设定需要理解 OAuth、Webhook、沙盒隔离。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设定过程中你做了什么，其实蛮危险的。对于这类朋友，我的建议是先去学好现成的工具，像是 ChatGPT，或者进阶一点用 Anti-Gravity 摸熟基础的工具会更加要紧。老实说，有很多任务其实甚至不需要 Modbot 也可以做得到。现在的技术迭代速度超级快，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策略。等它的安装流程变简单，等社群沉淀出更完善的版本再入场，反而能避过现在这些 Pioneer tax。那些在 Twitter 上的开发者，很多只是在展示它跑通了，但未必展示用它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。Modbot 确实勾勒出了下个世代 AI 助理的轮廓，从自托管、长期记忆、主动执行、模型可替换等等等。它可能是未来，但它现在还不是一个产品，而是一个实验般的存在。所以放下焦虑吧。如果你现阶段没有处理敏感资料的需求，没有24小时自动化的场合，或是不愿意承担资安维护的责任，那么观察就是一种参与。等它成熟，等最佳实践沉淀，等哪一天你发现我真的需要一
个记得所有专案细节、能帮我自动发文的助理的时候再去用，不要因为大家都在玩，你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学。Modbot 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，没错，但它不是万灵丹，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。别让工具的热度遮蔽了你对需求的洞察，毕竟 AI 助理只是辅助，真正有价值的始终是你想要完成的那件事本身。